各位好，我是 Spike，今天是我这里的周二，如果是在国内的话呢，应该是周三早上啊，那是该聊我们的 Apple Watch 了。但这个地方呢，没办法，由于时区时差的原因，我只能按照我这边的周一到周日来去排每天的这个话题啊。那今天呢，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可能前两期你们在听 iPhone 的时候，我说今天是周一，你们会觉得奇怪啊，这不是周二吗？是不是又这个视频放错了啊？其实不是的哈，第二天你们就知道答案了，因为是我这边的周一啊。我是在我这里的时间，每天下午4点钟去放出新一期的视频。那相对于北京时间的话，就是相当于我这里第二天的早上7点，应该正常情况下，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今天这个其实可以作为 Apple Watch 的第一期的内容。那 Apple Watch 我想聊的这个框架呀，基本上和 iPhone 是一样的，一定会先从硬件开始聊。但我觉得 Apple Watch 更特别一点，包括 Mac 也是一样的。大家听过我 Mac 的那期节目的话，应该会对我建议大家先买一台 Mac 的这种表达非常的印象深刻吧。Apple Watch 也是一样的啊，我很难想象说你还没有一个 Apple Watch 的时候，去听我聊，但这个会比 Mac 好一点啊。但唯独 iPhone 不用这么讲，因为 iPhone 的知名度实在是太高了，不管你有没有啊，我讲起来都没问题。那 Apple Watch 呢，我也同样是希望你能够先有了之后，再去跟着我一起聊，这样会更好一些。那既然你要买，你就会一定遇到一些购买上的问题，所以我想在讲硬件的之前，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购买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也属于硬件。为什么？因为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绝大部分的人在去购买一款产品之前，他都是先盯着硬件去，因为硬件的差别去进行选择的，很少是因为这个什么软件或者体验去选择的。有没有呢？也有，那可能是老用户之前体验过了。你比如说这个智能手表，如果你之前是已经用过一段时间智能手表，那你可能从体验上去选择。但如果你从来没戴过智能手表，你第一次选择站在那个柜台上，在付钱之前的那一刻，左右你买这个还是买那个的，基本上都是硬件。所以今天我们集中聊一个话题，也是上一期节目我的一个观众他在评论当中问我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到底应该选择蜂窝的版本还是 GPS 的版本？那我相信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这个也是每一次在你买 Apple Watch 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为什么说每一次呢？因为这个 Apple Watch 它也是一个科技产品，那跟 iPhone 一样，它也是要更新跟迭代的。它跟机械表相比，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保值。机械表可能我虽然不懂，但是感觉奢侈品还是很保值的吧。但是 Apple Watch 呢完全不保值，它跟 iPhone 跟 Mac 一样，它最值钱的时候就是你刷卡付钱的那一刻是最值钱的，从你付完钱之后，它就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贬值。所以你在购买电子产品、科技产品之前，你一定要很清晰的知道这个价值的走向才可以的。所以其实很多秉承着传统消费观念的人，特别是上年纪的哈，说要不买就不买，要买就买最好的。其实这个完全，起码我认为啊，完全不适合于科技产品，因为科技产品，你会发现为什么现在几乎所有的世界级的大的科技公司，他们在推出产品的时候，都在给你往租赁的方向去走。就算他不明着这么说，但是你去考量它背后的那个原理，其实就是租。为什么？在我看来，所有的科技产品，你买的是什么？其实你买的就是一份体验，你工作的体验，你生产力的体验，你生活的体验，你娱乐的体验，等等等等，都是体验。那既然是体验，它类似于什么呀？它有点类似于你给家里面请了一个保姆啊，请了一个钟点工，来
每天来2个小时帮你扫扫地、叠叠衣服，就有点像这个。那你说像这样的体验类的服务类的这种体验是吧？你怎么才能说我把这保姆给买断？我别每天付你钱了，我一下子给你买断，你这辈子都给我干活吧？这不是疯了吗？是吧？所以科技产品也是一样的，你每一代手里的 iPhone， 它其实就是你的一个保姆，或者说它是你的一个助理，而它给你服务的这些时间，说白了，你就是按时间付费的，你就是用订阅的方式付费的，而它的能力也会逐渐的下降。你请一个钟点工，他也会逐渐的老去，是吧？每一年他的体力应该都会下降一点，除非他自己在背后还会健身等等啊。这个就是你们明白这意思就好了啊，不往这儿聊下去了。那如果按照这样想的话，你会发现之前我们提到的 iPhone 年年换新计划，为什么说对我们用户来讲是超值的，也就是这个道理了。但总之你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找到一个迭代的平衡，然后就保证着这种平衡运转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健康的一种方式啊。对你来讲，你的体验；对于消费者用户来讲，你的体验也是一种健康的方式。对于整个行业，对于整个人类的科技发展，这也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方式啊。那说白了，如果每个人就是买一部手机就再也不换了，那互联网科技、手机的科技也可能就永远停在那个时候，很难往前再走了。所以在买 Apple Watch 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蜂窝版，或者说你到底是要买不锈钢钛合金版本，还是说买这个铝合金版本，是吧？其实这种考量，为什么我用 Apple Watch 一直都是买铝合金版本，从来没有买过什么黄金版本啊，或者是不锈钢版本啊，或者是钛合金版本啊，都没有买过。为什么？其实很简单，我在下决心要购买这台手表的时候，我就知道明年的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忌日，我的手表一定是1年一换的。当然是那个时候是作为 Apple 员工的时候啊，今年我就没换，可能以后就要2年一换了，因为那个时候有员工折扣嘛，那又是一个福利哈。那手表本来也就便宜，所以就1年一换。那2年一换也没什么，也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它不是一个保值的产品。那么，除非是我有足够的钱，比如说你买一个铝合金的版本是3000块钱，你买一个不锈钢的版本是6000块钱，等于说是翻倍了，对吧？那除非你说我愿意多花1倍的钱来去享受这1年的不锈钢体验，或者说我这一款不锈钢的手表我打算戴10年，那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你要考量清楚，那你买了不锈钢的版本或者是钛合金的版本，然后你又1年一换的话，那我是非常羡慕你的啊，那你一定是这个不缺钱，那我就不行了，我缺钱，我就没办法怎么选择。所以说白了，这个不锈钢跟铝合金就是看你缺不缺钱，或者说换一种说法吧，咱们别说缺不缺钱啊，就是你的消费观在哪一个领域啊？你可能钱没花在这上面，你花在另外这个上面了，因为大家钱就这么多，你不花在这儿就花在那儿，是吧？那除非是钱足够多，花在哪儿都可以随便花，那这毕竟是极少数的人嘛。那这个蜂窝版和 GPS 版也是我觉得如出一辙吧。如果你的手表，我觉得你买手表啊，一切的参数都不如你花钱之前，你不断的去左右为难，你去想到底铝合金还是不锈钢，到底 GPS 还是蜂窝，你不断的在左右去想到底是什么颜色，怎么配表带，你想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我知道有些人不纠结，但有些人纠结起来还是蛮要命的，相信我啊。那与其纠结这个问题，我觉得不纠结的人就当我没说。但如果你纠结，不管你纠结多还是少，哪怕你有一丢丢的纠结的时候，我希望你在纠结之前，先把你从这个纠结当中拎起来、捞出来，然后请你去想一个问题是，你这个手表打算用多长时间？我觉得这个比你去纠结什么颜色、材质以及蜂窝还是 GPS 更重要。你先把这个想明白了，然后后面这些呢，可能就更容易一点了。你这手表到底打算1年换，还是2年换，还是3年换，还是4年换，还是5年换，直接影响你后面的选择。当然了，还有包括你财力的问题啊。我不觉得你选一个蜂窝版就比
GPS 那个版本要体验高那么多，我真的不这么觉得。我在 Apple Store 13年，当然卖手表没有这么多，因为手表是05年才上市的，应该是不是15年才上市的。在我所有这个销售手表的经验过程当中，有几乎超过一半，大概60%甚至70%的购买 Apple Watch 的用户都会跟我表示说，它是24个小时手机不离身的。那如果你也是这样的，24小时手机不离身的，你买蜂窝版的 Apple Watch 的意义何在呢？当然也有意义，就是比如说紧急事件、应急事件、救命事件等等，是吧？那或者你比如说你的手机是 iPhone 13，还没到 iPhone 14，它没有车祸检测，但是你买了一个新款的 iPhone 这个9代以上的 Apple Watch， 它内置了车祸这个提醒。那这个时候呢，你说我买个蜂窝版的，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出了车祸，你的车严重车祸翻过来打滚了，人已经昏迷了，手机没有这个车祸检测的功能，手表有，检测到车祸之后自动给你拨打了这个紧急救援电话了。你为了这个你去买蜂窝版的，那我不说什么。这个就像你买保险是一样的嘛，你买一个重疾险，你买一个意外身亡的这个保险，这我能说啥呀？你如果是这种心态去买蜂窝版本的，我啥也不说。但是你买这个保险的话你要注意，不但你要多花，之前那个观众说多花25%还是多少，应该是多花1000块钱吧，反正多花挺多钱的你不只是这笔钱那你如果想去使用它这个蜂窝的功能，你每个月还要多交，在中国大陆至少要10块钱的电话费的，这个是实打实的。你可能在1线城市，你每个月电话费本来就100多就是在100块钱人民币上下徘徊一个月的电话费那么让你每个月多交10块钱，你觉得不疼不痒。但是像我父母生活在2、3线城市的，他们的电话费可能每个月的月租也就20、30，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你再多交10块钱为手表开一个，你觉得呢？是吧？那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压力了，在金钱上的压力了。所以这种情况，你还要不要为了这个而买一个意外保险，是吧？如果你是24个小时手机不离身的，你还去买一个蜂窝版本的 Apple Watch， 并且把它有些人买了蜂窝版本，他不开通这个功能，我也不知道这脑子是怎么想的那行，那我就只能说你有钱，是吧？前提是你买了蜂窝版，你还把它开通了，你每个月交10块、15块甚至20块钱，你把它开通了，那这个时候你的手机还是24小时不离身的话，那我觉得你其实买的就是一个保险。那话说，你的手机又是 iPhone 14以上的版本， Apple Watch 有的这些报警的功能你都有，那我只能说你买的是一个更概率低的保险，也就是说可能劫匪把你的手机给没收了，那这个时候你想报警，那你可以拿手表报个警，就类似于这种小概率事件。我不是说在嘲笑跟鄙视小概率事件当你的金钱到达一定程度，或者说你的安全意识足够强那这些对你来讲是适应的。但是目前来讲，这个是一个现实问题，不是每个人都希望为小概率事件买单。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的 iPhone 就没有买没有买这个 Apple Care Plus， 因为我觉得我摔手机是一个太小概率的事件。那你说跟被雷劈比，那我摔手机的概率还是大很多的那我也没买，是吧？就这个，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好了但是你不要忘了，还有30%到40%的用户，他是不是24个小时都身上带着手机的？在这20%、30%的用户里面，还有一半的，也就是说大概有10%甚至不到的用户吧，像我这样子，是希望能不带手机就不带手机的。特别是一些有规律的健身爱好者，然后或者有规律的遛娃爱好者，有规律的遛狗爱好者吧，就类似于这种你不希望带手机，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时间，那我觉得
这个蜂窝版就是非常适合你的。当然，这个月租费你也要能够认可的情况下啊，是适合你的。我在国内的时候，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我的手表都是蜂窝版的。我最早用的是中国电信的手机号，所以我的第一个 iPhone 是 iPhone 4S 嘛，因为从 4S 开始才支持了中国电信的这个网络。那直到第3代的 Apple Watch 推出了之后，我才换成了中国联通。为什么？因为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从 Apple Watch 的第3代开始就有了这个蜂窝版本了。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这样。而在中国大陆地区，首先推出 eSIM 就是1号双终端这个功能，能够在手表上实现独立的蜂窝上网打电话这个功能，只有中国联通。所以那个时候我为了体验这个功能，直接就把我的手机号给换了。那你看我这个奇葩的人吧，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应该是大部分人应该不太能理解我这种做法啊。为了体验一个这么小众的小屁功能，结果把你那么重要的一个代表你身份的一个手机号就给换了。这是我很奇葩的一点。我这个人是在中国大陆生活的时候，说换手机号就换手机号，隔2年就换个手机号啊。所以你就理解我是一个多么内向且没有朋友的人啊。没有业务往来是吧？希望人生简单一些。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第3代、第4代、第5代、第6代、第7代、第8代，6年的时间，我一直是使用蜂窝版本的铝合金的 Apple Watch， 一直在用蜂窝的功能。而我用蜂窝功能呢，我在选择蜂窝版的时候，我完全几乎没有考虑意外保险的情况啊，我考虑的都是我出去溜圈啊，健身，甚至有的时候有那么2天我上班都没有带手机，是忘带了。然后就用手表来进行联系。但是有的时候我在下班的时候想出去，有的时候骑个车啊，带孩子出去跑一跑啊，真的就不带手机了。很多时候早上忙送孩子，就手机忘在家里，忘了也就忘了，没关系的。还真的遇到很多情况是需要跟家里联系的，那就直接用手表打电话。然后你也知道，我跟家里都是用 iMessage 嘛，所以手表上面我电话可以，这个信息可以。这就够了啊！我不 care 微信。那微信是特别提一下，如果你买蜂窝版的手表是为了微信的话，我劝你就此打住啊！微信的体验在手表上是非常差的，你就歇了吧啊！就别想这个问题了。所以如果想体验这个蜂窝版的 Apple Watch 的功能，你一定要是一个在本心里面就是不希望一直带手机，希望有一些脱离手机的时间的时候，我觉得你买蜂窝版的手表才变得有意义。那么如果再加上一些你有健身的习惯，你希望出门的时候就带着一个手表出去，然后你像我中间有2年是保持了几个月的健身的习惯的，包括出去散步也好，跑步也好，还是骑车也好，那个时候你带着一个 AirPods，然后连接在你的 Apple Watch 上，通过 Apple Watch 的蜂窝功能连接 Apple Music， 去随机播放一些健身的音乐，然后与此同时你不会错过任何的电话和家人的短信，然后在你的 Apple Watch 上还能看到你健身的距离、燃烧的卡路里以及心率，然后整个的一切在你的健身的过程当中、跑步、骑车的过程当中，速度和汗水带给你的那些多巴胺的快感的过程当中，你才发现这些科技紧紧地跟随着你，你没有丧失任何的现代人体验科技的这种快感，然后你又在锻炼自己的身体，你就觉得你是不是穿越了？那这个时候你用 Apple Watch 在听着音乐，然后又不会错过电话，有的时候还发着短信，看着你的健身记录，这整个的一切让你觉得这是值得的。哪怕你在 Apple Watch 1年的周期当中，你能体验2-3天这种感觉，我觉得你买蜂窝版就是值得的。但除此之外，我就觉得，至于你要不要为了保险，像买保险的一样去加一个蜂窝版，这个我就觉得只能交给您自己去考量了。那这个就是我针对于蜂窝，其实我不但聊了蜂窝哈，我还聊了这个铝合金和特殊材质，因为现在这个 Apple Watch 的特殊材质它不叫什么什么材质了，它叫 Edition 啊，就是
特殊材质版本啊，有的时候是这个钛合金，有的时候是什么曾经有过金子应该不会带有，但大部分都是钛合金啊。然后还有这个不锈钢版本，那你就看你自己的钱包啊，还有你的消费观念，以及最重要的，你打算这个手表用几年啊？我的建议是，更换手表的速度可以比手机慢个1年。就比如说你的手机是2年一换，那么你手表3年一换也就差不多了啊。那你手机是1年一换呢，你手表也可以1年一换，或者是2年一换。因为最近2年手表的更新速度也并不是那么快，所以我觉得手表2年一换，并不会丧失你什么样太重大的这个体验。但是手机来讲呢，我觉得哪怕你1年一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好，那今天我们关于 Apple Watch 的前期的选择方面呢，我们先聊这么多。如果大家在购买 Apple Watch 之前还有哪些顾虑，想听一下我自己的看法的话，你也可以在本期的评论区下面留言。那今天我们先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